歡迎大家回來我們的這個 Alicia Studio Healing Studio 還是 Studio Healing Alicia Healing Studio Br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李冠傑，我們再次的見面了哈。大家呢可能會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明明是 Alicia 的這個頻道，但是看到 Max 呢？因為呢 Alicia 拍跑唔撈啦，係咪？說比我久冇啦，講笑啫。平時呢都是他訪問人太多，那這次呢就由我來訪問他。Hello Alicia 你好，歡迎來到我的節目。Hello everyone This is really awkward. Yeah, it's really awkward, right? OK, 對上一次呢，大家看到我的時候呢，是2025年的一個大概5、6月份的時候嘛。20幾年？2025年 ，before 我的崛起的活動嘛。我們才認識有1年咩？認識1年多，我們是2024年認識的。我是從2024年開始，在某一個活動被你現場屌了過後就認識。哦，對對對對對。OK， 的確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這次呢 ，Alicia 因為他是說看到我最近有一些比較不一樣，那想要找我回來聊一聊天。變帥了謝謝，因為容光煥發了，對不對？OK， 主要就是對上一期呢，大家了解的 Max 呢，就是一個可能處於在一個非常低潮的時期，也非常的無助無奈，但是呢，你好像還在低潮，不是嗎？沒有啦，已經翻身了，沒有啦，至少翻個半吧。OK， 所以基本上就是經歷了很多的事情，也看過了很多的事情，也看透了很多的層面，所以對我來講說，其實非常感謝每一個的遭遇。然後很多人其實有私訊有問我，就是說，Max， 我希望呢你可以跟某某某就是和解啊等等之類。我可以跟大家說，其實在我在台灣錄製這個神仙補習班的時候呢，回來的時候我已經尋求寬恕，也去寬恕他人，所以在我們去年這個崛起的活動的時候呢 ，Alicia 是我們的分享導師之一嘛，也是我的顧問團之一。我跟你說，我好像是最不沒有用啊！你顧問團裡面有很多很勁的師傅啊。我可以跟你說，不要說自己沒有用，因為要學一樣東西，就是我很棒，大家都很棒，沒有誰比誰厲害，沒有誰缺了誰不可以。我只能說，大家的每一個促成都有一個火花在，有 Alicia 在也是很好嘛，對嗎？偶爾給他屌一下也是一件好事。可是你有覺得跟我學習到什麼嗎？其實在你身上我學到的東西，我想引用的一句話叫做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我跟你的脾氣都是一樣的，你知道嗎？我跟 Alicia 很多人會問我，你跟 Alicia 怎麼可以相處到這麼好啊？因為我們都是 front person， 我們講完就算，屌完就過。我冤枉你，我跟你講了，你會跟我講對不起，你冤枉我，那我跟你講了，你會跟我講對不起。我覺得這個是大家的一個默契的契合，然後再來就是這個課題本來就是我們必須要過的，也造就了我們今天的友誼會更加的深入。對，我們其實除了合作玄學，還有合作其他東西，跟玄學毫無關係了。對，不要講合作吧，我覺得互相去配合跟合作吧，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我們還有另外一個 project。反正這個世界上呢，不是你利用我，就是我利用你，不然就是互相利用，就是這麼簡單。不，我覺得就現實一點是利用吧，就可能官方一點就是互相學習吧。回到來，在你身上學到什麼東西？我覺得看待事情可以更加的理性跟科學化吧，因為畢竟你們也知道 Alicia 是一個很按摩 skill 的人，就是啦 I don't like you then I fuck you right is right in your face。 呀，可是他就是這麼的真實，這麼的誠懇，可是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啊。沒有關係啊，可以 accept。就是我發覺我回到來到現在還有一個，就以前我是很糾結這個問題，為什麼答案跟我想象中不一樣，但是我現在沒有。我發覺這裡的人可能就是他們的一些思維方式是很奇怪的，對我來講是很奇怪。就是比如說很簡單，你去一個公司上班吧，然後你不行的話，然後老闆問你 OK 嗎？需要幫忙嗎？不需要。然後等 deadline 的時候，你又不能交出東西，或者是 delay。可是，在國外工作這麼久你不行的話，你就要立刻跟老闆講，老闆我不行。老闆也不會因為這個原因去說啊，你這個人為什麼工作能力這麼差？ Yes， 這個就是前年到去年我需要學的課題，就是不要自我內耗。然後，因為我習慣性的被很多人的 PUA， 應該這樣子說吧，有你的提點會讓我看東西比較直接，比較
廣一點，沒有這麼多。Like why you want to PUA yourself is like doesn't make sense。然後我身邊的朋友都會講說 Mac 其實你很好，那為什麼你要一直覺得你不好 until 我遇到了1個人跟我說，10個人跟我說，20個人跟我說，才慢慢發現到其實很多時候並不是你的問題，也不是我的問題，只是我們處理一件事情的角度不一樣。一樣的，你今天讓我遇到我的前團隊的話，我會覺得他有他的對，也有他的錯，我有我的對，有我的錯，只是大家的顧慮的方向跟角度不一樣。客觀一點講可是也是因為這樣子過後，我可以跟你說，比較玄來講的話，我慢慢的才發現到，哦，原來我也可以幫助很多人，我也有這個責任去幫助跟我走過同樣類似經歷跟故事的人。所以在我身邊的朋友們，或者是同學們，或者是粉絲們，他們都會有我曾經的經歷。That's where I learned from my past experience. Then I know how to 開導他們。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因為回來了馬來西亞，可能太久離開這個社會，基本上我所有的工作經驗都不在馬來西亞，然後或者是亞洲來講都在國外。可能我的思維方式很早之前就已經改變。你都翻咗嚟咁耐，我還是不習慣，就是可能食物那些我習慣了，但是很多那種思維方式、工作的方式，我是不大習慣。我發覺大部分的人很奇怪，你講很容易給人 PUA 這個點，就是你自己幾斤幾兩，你懂的嗎？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但是我發覺亞洲人可能比較含蓄一點，對，他們不會說，哎，我不行，哎，哇，這個我們以前工作在國外，老闆是講得很清楚，哎，如果你需要幫助，然後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我的意思不是說重複性的你不行的做一件事，而是你很需要被 training， 然後你就該得到你該有的 training。而且我覺得老外有一個好處，就是他們特別喜歡就是培訓啊，就是跟你分享很多一些東西。反而這裡的同行就很奇怪，甚至乎是師傅跟徒弟，就是我們華人講的，就是我們不能把100% 就是教你學完，要教什麼呀？教識咗徒弟冇師傅。我發覺怎麼這個文化差異很大，從辦事上，然後這裡的人也比較有心機，而且這裡人的 objective 每次看的可能比較短。應該這樣子說吧，我覺得很多是整個大社會大環境來說的話，沒有對跟錯。我不是說外國人沒有 politics， 都是同樣是人類，都是有這種。可是我覺得有一些東西是比較transparent， 就很透明一點，很透明的。就自己我個人經驗，就可能有一些同行會在我面前是很好朋友，可是在我背後講壞話。那我問你啦，我們認識都差不多1年多了，你怎麼樣去看待現在的這個社會，或者是玄學圈，或者是人的個性呢？我覺得人性複雜，就白人、黑人、華人，什麼人都好，都是一樣，都是有自己的私性。可是工作對我而言可以比較 transparent， 有一些東西。但是這裡亞洲可能大家都很含蓄，就是他們不是很習慣性的被 confront， 你懂嗎？ No one's like to be confront。 有的，我在國外工作的時候，你如果比如說做一個 presentation， 這個數目不對，直接在 meeting 就給人 confront 了。可是你要知道我們在這個身心靈圈子的話，基本上所有的人來到我們面前都是需要尋求一個安心。對，這個也是我學會的。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我的方法不一定是對的。以前我非常就痛恨那一種就好像安慰型的師傅。我覺得你今天給錢我來做 consultation， 就是要我幫你解決問題，我要給你的就是解決方案。可是有很多時候是這個就是 emotional 的這個就是感情那一方面，他們比較需要照顧。然後不單只是這樣子，而且很多同行也是，他們可能這一點做得比我好，就是他們會花這個心思去聽這個人訴苦，然後來到我面前，我就覺得 OK， 長話短說，你有什麼問題 OK， 我要給你的解決方案就是這樣。其實我發覺有很多有問題的人其實是需要一個聆聽者，這個也是我學會的東西。所以我話說回來一樣的道理，就是每一個人 OK， 你 Alicia， 我 Max，這個粉絲去到你面前肯定是有
你會遇到同樣的課題的，他需要你的 advice。他來到我面前，肯定是遇到同樣的問題，這個是宇宙定律來的。因為我們比別人先走過了這一步，我們才可以給到他 advice。呀，所以每個人遇到的東西不一樣。好像你看啊，現在我基本上我有在私下去幫一些朋友去做一個 consultations， 我不能講問事，我也不能講話開壇作法定係問事，開壇問事，我又唔會去到嗰度嘅。當這個世界越來越玄的時候，我就越來越理性。每一個存在，每一個道理，我可以跟你講，難道你覺得你的粉絲們不懂這些道理嗎？大道理誰都懂，但是你能不能去理解這個道理，你能不能去執行個這個道理是兩回事來的。應該是講感情是很複雜的，我不應該這麼 black and white 黑白這麼分明呀。感情本來就是要兩個人一起配合的，當然有些人確實是我不知道，原來來前來問事的人我也要配合他。有時候我會覺得，當我去配合他，就是順水推舟，可能他的接受度會比較高一點。所以其實到最後，我的那種很 square 的方式，就是很框的，不圓滑的。我可以跟你講哦，確實需要你這些人在的。因為如果你都懂每一個東西的話啦，你就是神了。我真的是覺得有時候真的很需要，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去給不同的事主吧，應該是這樣子。好像來到我身邊，可能目前有個男的也不一定，但是大部分男的我覺得比較理性，他可以接受。No What？ No 你我跟你說，男人燒起來沒有女人的事，女人 man 起來沒有男人的事。其實男人女人只是角色的問題，並不是處理方式。我跟你講嘛，人都有分這樣多種類，星座也分這樣多種，生肖也分這樣多種，你每一個人都不一樣，每一個人都是個體，所以你只能用你的故事告訴他說 OK， 如果是我會這樣子處理，但不代表適合你。好像你的話，我經常都會跟你講說 Alicia， 找到一個對的人不重要，找到一個適合你的人，能 handle 你，能接得住你的人才重要。Too bad I'm not single anymore. And you're not my cup of tea, sorry. Yeah,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個這樣的循環。所以我不懂。其實合作也是一樣啊，就我覺得工作上的合作也是要有默契啊，不對嗎？還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在錢的份上，然後No。有一句話叫做我可以同你共患難，但唔可以同你共富貴。你現在是講愛情吧？你要愛情也是可以啊。我是覺得整個流程，我可以跟你一起共患難，但是當你那個男人有錢的時候，他可以跟你一起共富貴嗎？對，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就開始嫌三嫌四，所以愛情是需要考驗，愛情是需要互相配合。就我發覺我回來馬來西亞就1年了，全職做這個，其實也沒有很全職。去年我覺得我在頹廢，今年就很認真一下。合作夥伴也是蠻重要，要磨合。其實就跟感情一樣，就是大家要互相磨合、互相理解、互相信任吧，應該是這樣子這樣。對，我一直覺得你剛才講的那一個點，就是你一直覺得你自己不好，可是我從來沒有這個問題，你懂為什麼？因為今天我走到這裡的時候，我不是從今天開始，我是從很久之前，可能10年前就已經開始在做玄學這個東西，可是是給我自己的，我自己幾斤幾兩，就從我的以前到現在已經 test 過完了。There's like track record to prove that I'm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very efficiently。就是這個我不會再懷疑，就好像你工作上，你知道你哪裡是你的 limit 了，哪裡是你的 low point。就我覺得你之所以有這個問題，很大可能就是你剛開始而已。可是 Alicia， 你也忘記了一件事情嗎？ To be who you are right now, right？ 難道你之前沒有經歷過之前的東西嗎？你跟我講過，你之前也是為了那個3餐溫飽，你可以去 restaurant 捧餐，去洗碗，去洗廁所，無微不微的東西。這個也是你願意放下你的那個。其實我覺得這個跟我過後學習的玄學很重要，你懂嗎？當一個人被跌到谷底的時候，已經沒有飯吃了。我當時沒有，就是沒有飯吃，不是因為玄學的問題，是因為個人的 financial status， 然後去到英國，然後要繳學費、住食。
但是我覺得這個過程裡面有幫助到我一個很大的點，就是我會內心很堅定。That's the point。來到你面前的是因為心裡不堅定，來到我面前的是因為他們都覺得他們自己不棒，但其實他們每個人都很 It's very the best。我的棒不需要你來告訴我有多棒，我的棒是我覺得我有進步了，我的棒是因為我覺得我比昨天更好了，我懂得怎樣去處理了，我怎樣懂得去看待内心的自己，好還是不好，我不需要別人的接受啊。有很多人不接受我，就好像我身邊的乾姐姐還有朋友们，他會講說，哦，喜歡阿 Max 的人呢就非常的喜歡，不喜歡 Max 的人呢就非常討厭 Max。I don't care。還好我比較neutral一點，沒有。那 is like 我們是對事不對人嘛？當然，你一個人要得到所有人喜歡，我跟你講，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哦是會所有人都喜歡他的。你看首相，他做的再好，還是有酸民。他會講嗎？哇，我已經為你們嘔心瀝血，你看全世界的那些國家都沒有油的，我還有油，還可以 subsidize 給你們。其實這個 right 就跟我們之前學的什麼紫微也好，八字也好，就是每一個人的性格不一樣，他每一個人都有不堅定的時候，包括我自己就很迷茫了。可能1-2年的時候，尤其是大學剛畢業的時候，不知道要不要回來馬來西亞，我不知道我一個人留在國外為了什麼。就可能那時候是在餐館打工，因為剛畢業找不到工作。你回來不是因為你家人嗎？我那時候剛大學畢業，就有段時間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專業的工作。然後我 end up like working in Chinese restaurant，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phase 來的，就是每個人都有不堅定的時候，你不堅定的時候來找我們尋求 guidance， 就是指引，我覺得 OK。但是到最後還是自己去 execute。還有就是一個內心堅定的人，無論如何你要經過什麼坎坷，你一定會就是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跟我們學法是一樣的，因為學法比如說你要2個小時坐在那邊想同樣的東西，就是你的那個內心要很堅定的去就是給他注入這個能量。為什麼對我來講是容易？是因為我已經經歷了沒飯吃的日子，然後我已經知道就是我可以坐下來，我決定了的東西可以坐下來就坐2個小時。所以很多人為什麼就是他們剛開始的時候可能拿到很多所謂他們之前沒有的，像你這樣子我可以通靈，而且越來越準這樣子，他們就會忘記其實這個東西跟你的這個後面經歷有關。Yes。然後除了這個以外就是你有更多的機會去更堅定你的內心，這樣子，對吧？所以我可以跟你講一件事情，我們今天會聊這個 podcast， 主要的就是我們如何去看待自己內心的東西。喂，我可以問你嗎？這個有點私人，就是你之前是不是有給人下過法？你懷疑？之前的話我會懷疑是給人家下法。是懷疑還是確定？是有確定的啦，只是說誰確定？不是你吧？當然不是我，有高人指點，有一些後面的高人指點，就是不同的貴人在後面幫忙這樣子啦。你講一個師傅嘛，沒有後面蠻多期，你就其中一個咯。我也沒有幫。但是你知道 at the end 好笑的事情是什麼嗎？所謂的下法不下法，是因為你的內心不夠堅定，所以你給人家下到法。That's the reason and excuses not excuses is the answer that you always give to me。當一個人心打開，一直覺得我給人家下法，那你給人家下法的幾率更高。你知道下法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嗎？為什麼這個法師要下你法？他折壽的嘞，他折功德折福德。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接下來講的第2集是什麼？對啊，就是這些東西確實世界上會有無奇不有啦，什麼都有啦。只是我可以跟你講說，人家容易下得了你法，是因為你不了解自己，你很容易被人家左右。下法是一個很玄的事情了哈。我講再理性一點啦，你內心不夠堅定啊，我很容易就可以 convince 你了嗎？ If today I cannot convince you, right? I confuse you。當時的我因為不夠堅定，所以我給人家 confuse 了，變成我覺得好像是嘞。而且我覺得內心不夠堅定的人，就是不單只是他對於自己的個人的生活的所有不夠了解自己。對，可能就是不夠了解，但是每個人都會經過，包括我，但是大家不用緊張。我覺得就是你
take one step at a time。人生流流長，如果你一開始就很了解自己的話，你不會有這些經歷。而且最重要的，我的老師傅時常講的一句話 ：Be honest with yourself。因為有一些人哦，他們永遠不覺得是自己有問題。你覺得他們不會覺得自己有問題？那你覺得這個問題是一個問題嗎？我覺得是可能他們的經歷，或者是他們的內心沒有打開，還是什麼導致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問題，或者是有很多人覺得我其實感覺哪裡不對勁，就是自己好像有點問題，可是我哪裡有問題又不知道。OK， 整個東西就要從你的視角跟你的格局去看。今天 Alicia 你有機會可以，不管你過去是因為有多麼的坎坷多麼的痛苦，你有機會去到外國去看世界，接觸到 atas 的人，你的格局變高了，所以你看這些東西你不覺得有問題。對，我有想過這個原理一樣的嘛。我講一個法師高人從山上下來，一來到城市，喲，原來現在這個世界有四個輪子的啊。他其實在他的角度覺得沒有問題，因為他看的東西不夠多。That's why have to 被社會給教化一下。100個人勸你沒有用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帶着自己的私欲跟自己的經歷，但是一件事情可以教會你一個人。我覺得每一個人哦，當他們願意接受自己有錯，或者是哪裡有問題的時候，而導致他現在生活不好，是因為他已經跌到很谷底，或者是最痛了，他才會醒悟。maybe you know I'm the problem after all。所以這個世界上很需要你啊，這些點破啦。老點破也點，就是你不能叫醒一個沉睡的人，你可以landin一個data進去他的那個放一個種子下去而已，對，讓他慢慢可能他10年後才想起，哎，10年前好像有某某人講過這句話。Exactly， 那時候我17歲、16歲要學車的時候，媽媽每次跟我講說，記得看左鏡啊、右鏡啊，打這個打那個，鬼懂咩？當你拿了車，不小心崩了一下，你就知道哦，原來看左鏡的重要性，右鏡的重要性，所以那個種子就會這樣子進入進去啊。所以很多東西哦，玄學其實一點都不學。基本上玄學啦，70% 都是心理學來的，不然就是因為我走過這條路，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你的事情在哪裡。我看到幾千個人啊，真正被人下降、中邪術、中詛咒，真的是10%到20%個比率罷了，就是70%到80%的人都是一些心理因素。當然，因為他有這個心理問題，然後有了一個很大的洞，這個洞一直沒有補上去，就沒有復原，就沒有關起來，然後很多外面的東西就可以侵入你的思維方式，就影響到你。其實靈跟人的這個能量場是有高低分，就是他們是比較低的，他們能夠影響到你的思維，是因為你長期處於一個比較低能量的。就我記得好像上次我跟阿 Deb 師傅講了，他講你要看鬼很容易吧，你去墳場那邊紮營3天就可以看到鬼了呀。所以最近很多朋友跟我講說，哦，為什麼你最近看的東西這樣準啊，或者是可以這樣看到東西？我講說，一來是直覺，你要知道，給你看到不是一件好事啊，你知道嗎？包括你跟我講，俾你睇到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你睇到，你又講唔到喎，你又唔可以講喎。而且要用智慧的，不是全部東西也可以講呀。Yeah. 就算你不能直接講，也要兜個圈。這個我從來不會，所以我直接不講。就之前在4月份的時候，我朋友的父親過世，就在清明節前幾天，然後就過世。No. 然後我就講，他就突然間尋求我幫忙，因為我朋友是那種哦，他會虔誠拜神，就是一種尊重 ，OK， 保個平安安心。他突然間找我求救，找我的師父求救。那我就跟他講 ，OK， 好，你就把那些照片啊、名字給我，我就剛好不小心在開車的時候，我就這樣子看，我想 ，connected， 然後我就看到很多東西，你知道嗎？我就不敢講，因為首先這個東西是不可以講的，你不能摻和別人的業力。怎麼知道你不能講？能講呢？因為你已經睇到佢幾時會走。有一個老師跟我講過，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來找你，你能解決的話都不用講。如果你不能解決的話，更不可以講，是因為那一個人來找你，他已經心裡有問題了，他已經憂鬱了，他已經悲傷了。如果你跟他講了這件事情，你做不到，你再加重他的負擔。如果你今天看到了，你可以處理，你更加不用跟他講，你自己跟他講說，哦，我已經處理了，我不需要告訴你說你後面有多少個魑魅魍魎、妖魔鬼怪在跟着你，加重你的負擔，加重你心理學。
哇，真的，我聽過很多這種個案，比如說有一個事主去了某個地方，然後他們問事了過後，就講你的家人爸爸媽媽也好，就是阿公阿嬤也好，就下去下面啊，我很可憐啊，沒有鞋子穿啊，我不懂啊，就剛好你問我，就是對於這個社會的動盪，就很多這種 case 啊，我覺得好，人家都已經就是家人去世已經夠悲傷，反而我會看到的話，我會直接幫他處理掉。Yeah. 就是可能我會很婉轉的講，他好像被卡住了，但是問題不大，沒放心，我已經處理了。我的處理方式不是這樣子，我當時候我自己寫下，我就自己 send 自己 message， 我講說這個人這個事主大概幾時會走，我寫只是給我知道我自己的證明對不對，然後中間我做了什麼東西，我就是我幫他去我師父那邊祈福，去神廟祈福，因為他給了我這個 authority，I try to like connect with his father， 你知道處理到他們全家人本來不相信到要見我過後，他們就問，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我爸的那個保險單放哪裡嗎？他們找不到。at the end我講了出來過後，他們也找到。他們要的是什麼？整件事情完了過後，他們跟我講說，Max 謝謝你謝謝你讓我的母親可以把事情交代好，然後安心的去接受這件事情，然後也讓他們去接受這個已經是事實。但是我跟他們講說，你還有機會的。真正負責任的通靈師，真正負責任的朋友，你必須要隨時給他這個念想，或者是奇蹟會發生的一天。你不能講說，你的家人肯定走，沒有的，因為 you will never know。因為我講不出口啊，這種東西我通常都會講不知道。反正我沒有看，因為那個可能是我很好朋友，我才可以這樣子講啦。因為之前我就是直接講的時候，我覺得影響到他那個人，還有他的家人，所以自從那一次我受教訓以後，我就從此沒有再講過了。然後就覺得有時候一個負責任的朋友也好，或者是當作是我是一個consultant advisor， 我就覺得這個是心理學，因為老師告訴我應該這樣子做，那我就不需要加重別人的負擔。最近也是有一個朋友就是叫我去他家 gathering， 然後因為有一些朋友有一些事情，剛好我就遇到一個男生，然後他基本上他很想問關於他的感情事。其實這個男生長得蠻好看的然後他要問要不問這樣子，然後我們是不能出聲的嗎？因為我朋友叫我講，我就跟他講說你不要跟我講這句話，因為要問的話是當事人問我才可以講。我最怕就是這種。所以我去跟他講過後，他講Max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我講說我是有收紅包的但是我會跟人家講說，那我看得準沒事，看得不準你當我神棍亂講話，我跟你 say sorry。我講說因為這個沒有 100% 的答案來的，今天你願意給我這個 authority 去看你的東西，但是不代表後面的東西願意給我這個 authority。對，有一些東西是看不到就是看不到，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很多是緣分強求不了。我永遠都會跟朋友解析完了過後，我跟他講說，我的話你聽聽就算。所以我還蠻快速成長與學習，感謝的社會的磨練吧。就一年裡面是很短的時間。我有跟我朋友講你知道全部裡面82法則80% 全部是心理學來的。我所謂的通靈這些東西，我直接跟你講直話，每個人都有的這個第六感跟直覺 ，that's it， 沒有所謂通靈不通靈的。當然也有一些通靈，就是比較看得婉轉一點，比如說我會有聲音或者是口感或者是耳朵會聽到或者是會看到你問我也是會有。我覺得這個本來人類都會有的嘛。我看了很多 YouTube 的那些什麼很厲害的師傅講說再過幾年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跟靈溝通來。OK， 當全世界越來越神棍的時候，我就越來越落地越理性I don't want to know everything, I just want to be myself。 當你看到的東西越多，你連人世間的東西你都顧慮不了，你還去顧慮靈的事情，不要我不懂這些人可能就算一個全職，我也沒有這麼有空就是我現在的生活就是賺錢、拍拖、睡覺，跟父母跟家人把關係處好，然後好好過我的生活，該睡睡該吃吃 that's it。就是我會花這個時間去學一些科學的東西，比如說我會一直學 AI 這種 app 我昨天才就是在 AI 的一個 website 裡面 build 了我自己的 Alicia Healing Studio website 這樣子，然後需要改什麼，我會花時間做事情。其實當然做法有必要的時候才就是比如說我最近的因為家裡出了一些事情，然後就心情很低落。你這個好像
Max 啊，你可以幫我看一下我媽媽嗎？就是那時候我剛處理完我朋友爸爸的事情過後，到你講，我的能量已經低到我已經。我真的是我太過 emo 了，那時候我覺得我根本通不到靈。Alicia， 真的就是我要跟你講的東西，不要去牽強，你也只是一個普通人。然後對，我就是一個普通人。然後我有跟我身邊朋友分享說，從一開始就是講過，我就是一個凡人，普通人啊，對啊。難道你覺得通靈師一定是什麼事情都會看到？我可以跟你講，他那時候看不到他媽媽的，因為他的心不夠定。我媽已經在 ICU， 就是不夠定。不要講就是通靈啊，我連吃飯都忘記了，有沒有上廁所都忘記了。Alicia 中間呢就講 Max， 你可以幫我一下嗎？我就我不能。然後過幾天講 Max， 我真的很大，我真的是溝通不到，你可以給我看一下我媽媽。他講我媽現在怎樣？我講丟了，我要不要跟你講這件事情呢？因為我講出來，我必須要給你安心，但是 I really know the answers。Probably I already know the answer. It's just that I don't want to accept it. Yes， 我們也是凡人。然後 at the end 真的是就如我所看到，所以這也是我最糾結的一個點，就是我現在問你，你對着觀眾們講，我重新給你選一條路，你還要不要再走這條路？不會，我從頭開始都沒有想過要走這條路，這個不是我的人生。你願不願意從此刻開始斷掉你所有的通靈，你就為了好好生活，生兒育女？就算我沒有去接觸，我在國外那邊真的沒有去接觸啊。我在國外英國住了整20年，我並沒有怎麼樣特別的去接觸這個東西，可是還會有靈或者是其他人來我面前求助。我用回你的話來跟你講 ，because you allowed them. If you want to block, you want to close your door, who can connect to you? 我之前以為我已經把全部東西 block 掉了。你去跟你的師兄講 ，I don't want to do anymore. 我真的是有跟我的師兄講過這個問題，然後他就講我靈魂出竅這件事，因為每一天晚上我自己會靈魂出竅，然後他就嘗試給我就是 block 掉，可是我們嘗試了很久，然後他到最終說你天生就可以做啊，就順其自然，不要刻意去 block 掉，block 掉的話也是暫時性這樣子，每一個人就經歷的人生點不一樣，可能20年前的時候我根本sorry I'm not interested， but 現在我回到來，然後經歷我媽媽這件事過後，我會覺得我幫到這個人，我能夠彌補一些我跟我媽媽的遺憾，或者是我跟我爸爸的遺憾吧，就是可能我內心會好受一點。因為之前 Alicia 是跟我講過，他會做這一行很大部分就是為了幫媽媽去累積功德，還有我爸爸，還有你爸爸，對，我從英國回來，其實也不是為了通靈這件事，是因為我媽媽病了2年，然後到最終的時候，很不幸的就是 she didn't make it，yeah。你看，我必須要把這個話講出來，因為這個故事在他心裡。In April， 就是今年的4月份，他就在 she didn't make it， 4月1號、4月2號的時候，大概這樣子。這個對於我打擊很大。我覺得這個故事你可以把它，你 have to speak up because it's nothing, 我其實一個月前我不是 ashamed， 我是太痛了，就講不出這個痛，就是連講述都太痛了，所以我就沒有。現在過了，但我跟你講了 Alicia， 你很棒。我原本就是一個蠻棒的女，就單憑不要講通靈這件事，我很小的時候就是家裡沒錢，然後我一個人打2份工。我很小的時候在夜場裡面工作，17、18歲我忘了。然後自己就是供自己去外國讀書，然後到了國外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冰天雪地，我是可以就是怎麼說，沒有家人的陪伴之下，沒有錢人的陪伴之下，就全部東西熬過來了。就這樣子哦，然後包括我曾經就是講過了，我在一個 sub-0 degree 就是 -2 or 3 degree， 因為沒錢我就走了2個小時回家，然後走這路的時候，那個眼淚掉下來是結爽，就是你明白嗎？其實做一個這個做不做師父，這個 life lesson 對於我而言就是很重要，就是你身為一個人是不是師父都無所謂，就是你要很堅定的走完你在低迷的時候，這個是一個人生歷練。你幹嘛做很辛苦的樣子？你繼續看誰來呀？你要緩一緩啊！不用，我覺得我不會無端端講把這個故事 bring out 的。
然後我就覺得，你們要想一下，就是一個女生能夠在冰天雪地穿着一個很薄的冬天，不算屬於 winter jacket， 在那邊步行2個小時，其實這個已經不是普通人有的毅力了。就你們要做師傅，你們就要 be prepared to， 就是要經歷所有的坎坷。這個對我來講是很重要，因為當你升到某一個級別的時候，你的內心不夠堅定，你就很容易走火入魔，你們所謂的，然後你的貪嗔是越來越誇大。因為當你有錢的時候，或者是有名聲、有這個能力的時候，你想要的更多，這個是 no limit， 是一個無底洞。所以大家也不用特意的，就是在乎這一個所謂的通靈不通靈。每個人都是有直覺感，你們要相信自己。當然，迷茫的時候可以來找我們。然後，為什麼現在有很多那種考離的出現？台灣也有很多吧？就是之前 ，Sorry， 你在講什麼？我不在狀況裡面。啊，你在通靈嗎？你聞到他好像飄走了，再回來。你沒有看到Who is the VIP guest today 嗎？是我媽媽吧？所以你沒有看到我很想哭，不想哭。所以你要休息一下嘛？沒有啊，我覺得這個很真實，不需要特別的去看，這個很正常啊。因為你們應該沒有見過他這麼感性的時候，或者是他好好說話，或者是錄了這麼多集裡面，你們好像沒有看過他願意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就是你們沒有看過流淚的時候。那時候我去他母親的那個追思會哦，他看到我，他第一眼，為什麼你會來？我就包好，我講 It's okay 這樣，他講 Fuck you, my mom is dead. How okay I am？ 你要喝酒嗎？他講說他們按摩的世界就是追思會都是喝酒的。會啊，他們都會喝酒。其實我真的很不願意講這個東西，因為我的私生活是很 private 的，就是我覺得拿出來講是好像抽流量還是什麼。不要去想這個。首先，這個不是抽流量，粉絲們會喜歡你，是因為你夠真實。我就算現在提起我母親其實我還是感覺到很痛，但是只是沒有流淚，因為我覺得我這輩子流過最多的一個月就是這整個月裡面，就是你因為屈住你唔講出嚟，你冇機會俾你講，但係你嘅粉絲係唔會介意你去講呢啲嘢嘅，很真實啊！是阿媽啦，做咩？我是阿媽唔可以講噶。因為我是一個蠻 private 的人，之前是這樣的，因為我覺得我的仇人很多，仇家很多，然後我不會放我家人的那些照片出來，就是有開始跟一些人通靈的時候，我感覺就不一樣了。我就是我覺得，可能我有一些遺憾，你不覺得你在可以被彌補到？因為我已經失去了我父母。就你幫人的同時，其實我也覺得他們在 heal 我，你懂嗎 ？Yes. I'm healing them, they're healing me too. Yes. 有一些老師跟我講過，當我在幫人家問事或者是通靈的時候，基本上很多話是跟自己講回的。就是我記得過後不久就可能1個星期前，就有個女生，她媽媽也走了，也只有50歲這樣子。我們兩個就在那邊哭。我很少通靈到這樣，就是我覺得太 emo 了，我年紀會不好。No， 你的那個不是 emo 的事情。真的，如果你太感性的時候，你去通靈真的這個收的信息是很慢的。對我而言是這樣子。就好比你去見一個心理師，他可能可以體諒你的悲慘的遭遇，但是他不能就是好像一個朋友這樣子來安慰你。我覺得這個是站在專業的角度，就是我需要保持一個平衡的心理，才可以做到80%到100%的這個通靈。所以那一次就是我們兩個都哭起來的時候，我就覺得今天通靈就到這，不，接下來我們就2個人，是因為我們有同樣的故事。基本上觀眾們誠實的面對自己的內心真實的情緒 ，Nothing is to be shamed， 沒有什麼東西好不可以講，除非你講說可能很生活化，但是這些可能家人離世啊，或者是這些東西，你今天不是什麼 CEO 或者是什麼大眾總裁，粉絲們喜歡你，因為你夠真實。我真的很怕別人講我來湊流量，湊就湊唄，黑紅也是紅啊。其實我也不大在意，主要原因是我覺得通靈師是我的職業，然後我的職業應該跟我的私生活分開。沒有啊，通靈師跟生活必須是息息相關，因為你有經歷了這些人的痛苦，
你通的東西可以更加的準確。在我這裡是好按摩燒，我就覺得上班打卡，下班就是打卡這樣子的一個。可是我覺得通靈跟我以前的工作是有很大的區別，就是多多少少你可能睡覺以後你還會夢見那一個人，你明白嗎？其實這個沒有 black and white， 這個也是我要學的。然後我就學會了，哎，原來、這個、所以為什麼你會遇到我？你太複雜了。不是複雜，就是再純粹再直接一點。I mean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啦。社會教了我們這麼多事情，難道我們還學不會嗎？我覺得人生，你看到我一年前的我，接近2年前的我，跟現在是我個人覺得我有所改變的，因為沒有事情是絕對的。我是覺得我沒有太執着很多東西。就是以前我會覺得，可能我剛回來，就是有很多東西文化差異的東西，我是接受不了。但是我現在慢慢已經開始接受了。文化差異也是一件好事來的哦。哇，這個真的很考驗我。Okay. 就20年前我去英國的時候，有文化差異，現在好不容易變成一個白人這樣子，然後回到來這裡又開始又文化差異，真的很搞笑。你看，永遠學不完。所以同學們、粉絲們。我好不容易呢，做一個比較直接的主持人，把他內心的故事給終於被訪問是嗎？被拉出來了，然後也感謝就是我們有一個 VIP guest 出現，讓他願意講這樣多東西。OK， 所以我們今天呢先討論到這邊，然後下一期呢我們就要談一下關於一些降頭術啊，還有一些電影的部分。OK， 還有就是這些類似法術的題材。Yeah，so anyhow。感謝大家觀看我們的這個 Alicia Healing Studio， 我們下期見，拜拜。如果你家裡最近有點不對勁，不管是家裡民宿還是酒店，我可以過去住一晚，幫你看清楚。我做的是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不是嚇你，是把事情搞清楚。如果你遇過類似的事，留言或者私信。